各位黄金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赵黄金分析频道。黄金暴跌预警来袭，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俄乌冲突爆发3周年，面临一个重大转折，这是不是黄金即将暴跌的一个信号呢？从技术面上看，金价一旦跌破2885，就是崩盘的开始。为什么说2885这个价位这么重要呢？接下来我就从日线级别到一小级别技术面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析。我相信大家看完本视频后，会对黄金后续的走势以及该如何去布局，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首先来看一下日线级别的一个 K 线图表，从一个日线级别上面去看呢，从这一线开始，它一直都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行去走的。然后的话，它在这个上升通道的一个中途，在这里是做了一个停留蓄力的一个阶段的。也就是属于是在这里做了一个 W 底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出来之后，然后去破位它的一个 W 底的一个颈线之后，然后形成一路飙升到了它的一个通道的一个上沿的一个位置，然后在这里呢已经震荡了有2周的一个时间了。那这一次它会不会在这里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顶部形态，然后形成这样子的一笔下跌，然后的话下跌到它的一个 W 底的一个颈线的一个位置，以及它的一个通道上沿的一个位置呢？因为的话，它这一线形成一个W 底的一个颈线破位之后，一直都没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回踩的一个行情，还是说它在这个位置，然后形成一个上升中继的一个行情，然后继续往上去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呢？那接下来这个就要取决于它的一个4小级别的一个 K 线图表要该如何去走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4小级别的一个 K 线图表，从一个4小时级别上面去看呢，它的一个黄金它前段时间是属于是在这一段行情里面做了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箱体的一个安全，这一段的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箱体，它的一个区间也就是属于是在2808到2904的一个附近，做了一个$60的一个箱体，然后在这一线的时候，它在这里，然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假突破之后收回来，然后再形成一次吃破，再收回来，在这里再形成吃破，再收回来之后，然后它就在这一段又做了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箱体，也就是属于是在2915到2955的一个附近，然后在这一段行情里面做了一个$40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震荡箱体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它是做出来2个顶部形态出来之后，然后形成了这样子一笔下跌的一个行情，然后下跌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呢？也就是属于是它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箱体的一个下沿的一个位置，这个是属于是第一个点，也就是属于是它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支撑点的一个位置。第二个点来说的话呢，也就是属于是它这一线的一个平行上升通道的一个下沿的一个位置，这是属于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在这里它是有一个斐波那契的，这个斐波那契呢是从这一线拉到这一线的一个斐波那契，然后刚好是回踩到了它的一个0.382的一个位置。这斐波那契为什么要从这一线拉到这一线呢？因为的话，这个是属于是它在这一段行情里面做一个调整之后破位之后，在这里它是属于是一个起涨点，这一段行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起涨点，所以说从这里拉到这里刚好就是在2886的一个附近，然后这个呢是属于是第3个点。第4个点来说的话呢，它在这个位置它还有这样子的一根上升趋势线的，然后从这一线开始一直都属于是上涨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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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涨再次的回调，一直都没有去破位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行情的。这一次是刚好是回踩到了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它的一个黄金从4小时级别上面去看，它在这里能否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顶部形态往下去跌，然后做一个回踩再往下去走的一个行情，还是在这里继续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上升中继，然后继续往上冲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呢？这个就要取决于它的一个1小时级别的一个 K 线图表要怎么去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1小时级别的一个 K 线图表，从一个1小时级别上面去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个行情。这段行情就是属于是在这里受到一个阻力之后形成第一轮的一个回踩，
然后形成了这样子一笔上涨，上涨之后在这一线受到了2次阻力之后，又形成这样一笔下跌，下跌之后呢，这是形成了一个2次的一个支撑，形成第2次支撑之后，其实它的一个1小级别在这一段行情里面是走的比较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里形成一个2次的一个回踩，形成一个支撑之后，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出来之后，然后的话呢，形成了这样子一笔上涨，上涨之后，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出来，然后的话做了一个上升中继的一个行情，然后又形成这笔上涨，上涨之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小碎步的一个行情之后，在这里又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上涨中继的一个行情。然后后面就走到这一段行情里面来，就走的有点乱了。然后这一段的一个行情呢，它后续它就属于是在这一段行情里面做了一个箱体的一个行情，也就是刚才4小级别说的，然后在2915到2955的一个附近做了一个40美金的一个震荡箱体的一个行情。然后这一段的一个震荡箱体的一个行情，它在这个箱体里面它是有结构的。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线然后上涨之后，这里是第1次回踩，然后形成这一笔上涨，上涨之后呢，在这一线受到一个阻力，也就是2945的一个附近，受到一个阻力之后，形成这一笔下跌，下跌之后形成2次的一个支撑，又形成这笔上涨，上涨到2955，受到一个阻力之后，形成这笔下跌，下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是属于是2次的一个回踩，然后形成这笔上涨，上涨之后没有破新高，又形成了这样子的一笔下跌的一个行情之后，从这一线开始，然后的话，它的一个1小级别在这里，它是做了一个多头陷阱的一个行情出来的。为什么说是做了一个诱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陷阱的一个行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线的一个低点之后，然后的话，它的一个低点是不断的在抬高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它的一个低点是不断的在降低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它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弧形底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出来，形成一个弧形底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出来之后，在昨天然后的话形成了这样子的一笔暴跌的一个行情，然后的话这一段行情是有很多人是然后亏了钱的，因为的话这个弧形底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然后的话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顶。就属于是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然后它的一个1小级别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然后从这一线开始，然后的话它的一个低点都是不断的在抬高的，从这一线去破位了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线之后，形成这样子一笔迅速的一个下跌，形成一个迅速的一个下跌之后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也就是属于是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一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位置。然后的话，在这一线形成了一个区域支撑的一个区域支撑，在这一线形成一个支撑之后，然后形成这样子的一笔反弹，然后反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也是属于是它这一线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位置。目前来说的话，它又形成这样子一笔下跌的一个行情，然后这个位置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呢？这个位置就是属于是它的这一个区域的一个压制点。也属于是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压点，也是属于是在2935的一个附近，所以说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插了一根上去，又形成这样一笔下跌。目前这个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呢？也就是属于是它这一线的一个支撑点，然后到这个位置迅速收回来了，然后的话这一线的一个箱体的一个支撑点的一个位置了。然后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它就是属于是在2903到2903到2925的一个附近，做了一个20到25美金的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箱体的一个行情出来。那接下来的一个行情，我们要该如何去操作呢？如果说它的一个黄金的一个1小级别一直在这里形成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箱体，一直属于是在2903到2925这个区间，然后的话之下去震荡的一个情况下，那它的一个行情就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行情了。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就去找它的一个阻力位去做空就 OK 了。那如果说今天它的一个1小级别的一个黄金能够再一次的回踩到2925到2903的一个附近，然后的话我们就从这一线去做这样子一笔空单，
的一个按下来，然后把一个止损放在2935的一个附近就 OK 了。然后它的一个盈亏比还是非常的划算的。那如果说它的一个黄金在这一线震荡盘整之后，然后的话再一次的往上冲，然后收回到它的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上方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位置的话，那它就要去走它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这样子的一个上升中继的一个行情，然后继续往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了。那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1小时级别，然后的话收不回去的一个情况下，那它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去破位它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这一线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点，也就是属于是2885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撑点。如果这一线破位做一个回踩，然后再次往下走的一个情况下，那它的一个行情就会去到它的一个日线级别这一线的一个 W 底的一个颈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属于在2680到2007的一个附近的一个位置了。目前它从1小时级别上面去看，它属于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就以反弹做空为主就 OK 了。今天的一个行情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